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没有画完的继续画啊。好，我们上次我们的3尺横幅的作品先只画了2朵花，那画2朵花，我们还要继续画啊。到这边啊，这边还是画1朵或者是2朵。那么可以先在这里画，先把这些的叶子先画上啊。把这2朵的叶子先加上，然后再看后面，该画多少就画多少。我们先来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啊，先调一个画嫩叶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个画嫩叶的颜色。好，画嫩叶子，我们用3粒藤黄、朱标还有胭脂，3粒藤黄，3粒藤黄，加点朱标也行，不加朱标其实也可以啊，不加朱标也可以。朱标、胭脂。好，我们画嫩叶的这支笔先洗一下。来，我们调这个3绿，调3绿和藤黄，调3绿和藤黄，然后笔尖调一点朱标，调一点点胭脂。那我们先来画一个这个嫩枝干，先画一个嫩枝干。好，从花的正中间出来。好，先画这么长啊，我们待会儿后面再看情况啊。来长出，先安排一下它的这个叶柄的一个走向。好，这边大概哪里有叶子，我们大概的标一下。来，再调一点这个藤黄、3绿，还有这个胭脂，还有这朵花。好，嫩枝干的线条一定要流畅啊，流畅。我们画这个叶柄的时候，一定要长上来，我们要蹬一下，长出来。嫩枝干不要画的这个叶柄的话，不要画太瘦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就是我们很多的家人们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把这个嫩枝干就容易画的很瘦。其实它没有那么瘦，它这个叶柄它没有那么瘦，它比这个嫩枝干稍微的小一点点，小不了太多。那我们先把这些叶柄先安排上，那待会儿我们可能很多叶柄是要被遮挡的，但是我们先还是要把它表达出来，让家人们看到这个叶子是从哪里长出来的。我们要让大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个叶子是从哪里长出来的，这样子我们的学习过程中才会写得更明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叶子我们还是用这个花青藤黄。今天画的是这个3尺整张横幅的一幅牡丹图，基本上也是2桥和倒景组成的。
我们还要另外一个盘子要倒墨水啊。画叶子我们很重要的要用墨水的。这个是墨啊，墨放在一边，咱们把这个花青和藤黄加点水把它调和一下啊，加点水把它调和一下。好，加水把这个花青和藤黄调和。调的时候我们慢一点哈，慢一点，不要把这个颜料不小心调到我们的画面上去了。好，这个绿色的，你看这种花青加藤黄成了一种绿色的。当然我们画写意的加点墨啊，用笔尖蘸点墨。哎呀，这一下蘸的好多呀！这一下蘸的好多，好多就多吧，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，都无所谓了。好，花青和藤黄加墨来调成一个墨绿色。调成一种墨绿色，墨绿色在笔肚里面。然后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笔尖，对我这来笔尖蘸这个浓墨，笔尖蘸浓墨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先画哪里的？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，按下去，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片啊，中间一片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墨绿色，笔尖再来蘸这个浓墨。哇，这个笔上的水分有一点点大。叶子有一些它是伸到这个枝干的后面去了啊，有一些又是在外面，它有一些这个画出它的一些叶子的这个层次来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墨，笔肚里面有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，一笔下去啊。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我们下笔先要轻一点，然后到后面我们再慢慢再按下去啊，在这个叶子的肚子这里啊，不是正中间，先轻轻下笔，然后慢慢走，再按下去，然后再提起来，好，这一笔。然后一边一笔啊，这两笔不要太小了，不要看不见的，它这两笔也要画出来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你看像这一笔啊，稍微画大一点点，也要画出来，也要有这两笔。好，这里一组叶子，然后我们再蘸点墨绿，笔肚蘸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下面再来一层。好，这下面这个叶子肯定是要破边的，要密要多。来，笔肚里面再来蘸墨绿色，笔尖再蘸点浓墨。这里来一组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咱们在直播间每一笔都是慢动作，希望大家每一笔都能看得清楚，好不好？好，笔肚里蘸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。有一些它叶子它可以这么穿插啊，就有些人问老师说，
诶，这个叶子怎么有些在前面，有些在后面呢？它叶子它在不同的这个，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，它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里，它有一些穿插过去了，有一些没穿插，这都是很正常的啊。好，如果说你不想那么深的颜色，你笔尖可以去蘸一点水哈，笔尖蘸一点水。像这底下我们可以虚一点的花瓣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的笔肚里面再蘸这个墨绿色，笔尖蘸浓墨。咱们再来画，看一下啊，这一组叶子。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笔肚蘸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笔肚蘸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然后两边各一边一笔，笔肚蘸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再来加一组。来，我们这里叶子加了这么多，我们后面还要再调整啊。我们先把这里这个地方想加一个花苞，加一个花苞在这边。
那加花苞的话，我们先画一个嫩枝干啊，画一个花苞的这个花托。那还是这个三绿藤黄、朱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大概这个花苞画在这个地方啊。好，再来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苞，然后我们画一些花托，调一些藤黄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托一定要有这个像书写的这种动作，要按下去提起来，这种按下去提起来。好，这里可以再来一个。好，这里花苞我们待会儿再画，花苞待会儿再画，因为现在都是画叶子的颜色，还没有画这个花的颜色。待会儿我们画旁边的这个花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把这个花苞给补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它的叶子枝干把它加上。好，加点水，这个藤黄加三绿，调成嫩绿色，然后蘸一点朱标，蘸一点胭脂来画这个嫩叶。好，再移一下。好，嫩叶也是一样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一组全部都朝上的，那这一组我们就要跟它有所不同啊。笔上干了，我们用笔去蘸一下水，然后还是一样调这个三绿藤黄，调一点点朱标，调这个胭脂。朱标不调也可以，可以加朱标，也可以不加朱标。好，笔尖上要有这个胭脂啊，好，这里画了一组这个花苞和嫩叶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一组的先勾一下叶茎哈，把这一组的叶子先勾一下叶茎，勾完叶茎之后，我们接着去画另外一组，另外一边可以画个山石，然后
后面再画一朵花。我们看情况，看情况，看情况构图。来，我们勾一下叶茎，勾叶茎用这个墨来勾，稍微比这个叶子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去勾，不要太浓的墨，不要把这个叶茎勾得太跳。就是我有的时候点评作业，就说你的叶茎太跳了，就是你的颜色太深了啊，就是它比这个叶子深太多了，它在这个画面上就跳出来了，明白吗？而且勾叶茎用笔一定要干脆啊。尽量不要这么拿笔去勾叶茎啊，这么拿笔勾不好，要用这个空心的这个笔呢，看到吗？空心笔去勾。就是浓一点的叶子，我们可以用浓一点的墨去勾；淡一点的叶子就用淡一点的墨去勾。就我们勾叶茎的时候，你要看你这个叶子画的是浓的还是淡的，就是根据叶子的颜色去勾叶茎，而不是说本来就规定了这个叶茎要勾什么样颜色。好，基本上就勾这么多就差不多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再怎么构图哈，看一下这个画面。看一下我们这里要不要画一点点石头，要不要加一点石头？需不需要加一点石头？大家说要加吗？不加哈，不加石头也行。加一点点石头进来，加一点点石头。来，还是用这个墨啊，用这个墨。那把笔洗一下，因为刚刚画叶子这个笔的话。很多绿色，我们把它洗一下，洗一下。笔肚里面有一点水分啊，笔肚里面有水分，我们刚开始不要太浓的啊，不要太浓，要慢慢去加啊。待会儿我们要看，慢慢去加，不要一下子把它画的特别的浓。好，这个石头。来用这种淡墨大概的勾勒出这个石头的一个形状啊，蘸一点点淡墨，不要太浓的墨。我们先画出这个石头的大概的一个形状出来。先画出石头大概的一个形状。好，大概石头的大小我们先画出来，然后慢慢的再去
刻画。好，这个深的地方我们让它更深一点啊，暗部我们要分出它的这个明暗部，最少这个石头咱们要画出这个3个面的这个颜色，才更合理一些啊。好，这后面又有一个暗的面啊，后面又有一个暗的面，这里是亮的面。但是亮的面也不是说完全是亮的，咱们也要撑出一些小小的纹路出来，也要撑出一些纹路啊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点水，蘸一点点淡墨。好，把这种暗部再来加，慢慢的把暗部再来加深。好，这里又多一个面啊，多一个面，这个面又是比较亮的，然后后面这个面又是比较暗的，就有暗面有亮面。好，然后抻擦一下啊，然后这个亮的面也不是说完全是亮的，我们也要抻出一些纹路出来，用这个侧锋。好，石头只是这个画面的一个配景。好，暗的地方还让它更暗一点点，然后我们最后可以点一些点哈，点一些点，有点有面有线。用一点浓墨，找一些地方点一些点，在这个中间这里浓墨的地方也可以点啊。好，基本上这个石头，这块石头咱们就画这样吧。好，这里可以加一点点暗的进来。好，这里加一个面出来，加一个暗的面出来。让这个石头的层次更多一些。好，这个石头我们先就这样啊，然后等它干，然后我们再继续。哎，感觉这个石头有一点平啊，有一点平，怎么办？再来一个面，感觉它有一点点平，咱们再来一个面。好，再来一个面啊，这里再加一点进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又来画花了啊，我们在这里画一朵花，找一朵花来写生。咱们又还是找一朵花来写生哈。那咱们画一朵什么样的花？我们画一朵这个绣球的好不好？因为这边画了2朵这个包菜的，大家说画一朵绣球的好不好？
画在这个地方。这是我们用的颜色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花的话，还是用同样的颜色。这个是哪一些颜色？朱砂。朱砂、玫瑰红。玫瑰红、牡丹红、牡丹红胭脂。诶，怎么拿的花青？哦，有一点花，加一点花青也行啊，加点花青也行。好，我们那这个画花的话，还是也要调一个底色，因为这一朵它是一个二乔，嫩叶没有勾，来把嫩叶勾一下，我们加一点胭脂，把笔洗一下，勾叶茎的笔洗一下，加点胭脂哈。好，叶茎还这里还有一片啊。嫩叶的叶茎不用勾的那么仔细啊，大概勾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个先来调一个底色，底色还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，太白、三绿、胭脂。太白、三绿，三绿呢？三绿，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。好，调好底色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底色放到一边备用。来画这一朵绣球，我们这朵花就画在这个地方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画这个浅色部分的啊，
先来画浅色部分，这朵花咱们就画在这个地方，稍微画高一点点啊，比下面那2朵花要高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调朱砂。哎，这个是朱砂啊，朱砂我记成了朱标，朱标朱砂都行吧？啊，我们就把它当朱砂吧。你就把它当朱砂，我记错了，记错你就把它当朱砂好了。好，先调一层朱砂，然后调一点点，这个玫瑰红可以不调，我们直接调这个，用这个牡丹红也行啊，直接用牡丹红也行。看一下这个朱标，再多调一点点试一下，多调一点，再去调这个玫瑰红。那我们先试一下这个颜色哈，先画一下这个颜色。当然，我们不一定说要跟这个盐花是一样的颜色，可以跟它不一样，只要我们的颜色调的好看，它都可以啊，都没有问题。这种碎花瓣，绣球型，绣球的就是画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画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任意的去组合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笔尖再来蘸一点点牡丹红，加一点点牡丹红，亮的地方很亮啊，大的花瓣要大，就是即使这个碎花瓣里面也是有这个大花瓣和小花瓣去组成，来亮的很浅，它可以从各种朝向去走啊，它的绣球型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，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朝向。好，笔尖再来加一点点牡丹红，来蘸一点朱标，蘸一点这个牡丹红，深一点哈，深一点的地方把咱们这个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比较深的颜色去加一下，就是我们在它没有干的时候，直接先把它补进去，这样子它才会晕进来，融合进来。如果等它干了之后，有些朋友，我们有些刚开始学的朋友，可能就是有一个错误，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很补的太迟了，就是你太迟的时候去补这个颜色，那它的颜色就是晕不进去，它就是很奇怪的那个颜色长在那里的这种感觉，我们要让它融合，好不好？这个深色的颜色要在这个颜色里面去融合，要融合进去，它才好看啊！融合。好，让这个深色的地方更深一点。那我们现在不要它那么深的时候，我们把笔尖去洗一下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哈。好，把底色调一下，重新搅一下这个底色，因为底色放一下它都会沉淀，所以我们要经常去把这个底色先去搅和一下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蘸一点朱砂或者是朱标都行哈，蘸点朱标，然后蘸这个牡丹红少少的颜色，画这个浅色的部分啊，浅色部分一定要颜色一定要少的又少啊，一定要少。来再加一点点啊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朱标，加一点点这个牡丹红。
好，把这一边的这个浅色的再来画一下，把上边的稍微浅一点的，就是亮一点的颜色，我们先把它画了，因为底下可能要画更暗一些的颜色。好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画一些这种碎一点的花瓣，就是很多的这个条状的这个花瓣去组成，让它感觉有各种各样的形状。它不仅是圆的花瓣，也有一些长形的花瓣。好，笔尖上有的时候要经常去补充一点颜色，让它的颜色要有变化。笔尖上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。笔尖上再来沾一点点牡丹红，沾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画这个花瓣，这个上面最虚的这个层次啊。笔上现在有一点点干，我们又要加一点底色了。好，补充一点珠标，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这个虚的花瓣啊，虚的花瓣就这样子点出来，点出来。笔尖再来加一点点这个牡丹红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点这个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吧。好，这个底色我们摇一下啊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然后我们再来补充，再来补充一点这个珠标，补充珠标，然后补充这个牡丹红，补充牡丹红。好，我们先来画深色的部分啊。画深色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先换一支笔啊，换一支笔来画深色的部分。换一支笔，我们把它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把它洗一下啊，要有水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可以调一点这个珠标进来，然后调多，颜色一定要调多啊，调饱满，调多，调这个玫瑰红，来。调多一点哈，调多一点，颜色一定要调多调饱满啊，调多调饱满，一定要大胆的调。就是我们所有家人们有很多朋友都不敢调这个颜色，就我到现场去看，大家都有一点不太敢调，就调的幅度很小。
调这个牡丹红，调牡丹红，然后笔尖上可以加一点点胭脂哈，加一点点胭脂进来。好，感觉这里会画一些这种长一点的花瓣，加一点胭脂。哇，笔上还是有点干啊，水分不是很够。哎呦，笔上太干了，画不了，补水了，要补水，干到走不动，加点水。再来调，加点水之后，再来调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，水分要充足啊。画这个花水分一定不能，笔上不能太干了，太干了就画不动，走不动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，补充一点胭脂。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是深色的部分啊。好，我们把颜色调饱满一些啊。我们画这个深色的地方，一定要饱满。如果说你调的不够饱满的话，我们等它干了之后，它就显得很浅，并且有点发白。好，我们这里画一些这个各种花瓣啊。因为它是个银耳形的，所以它的花瓣不用说去管它是正瓣还是反瓣，反正就是我们各种大小花瓣去结合去画啊。也可以偶尔有一些正反的这种感觉，但是不用刻意的。好，我们这里再补一个花瓣，这里画多一个层次。我们要画的感觉这里，因为它是银耳形，要让它感觉到很多层的这个花瓣去组合在一起，变成这一朵花。层次越多，这个花就会显得这个越丰富，越好看。注意我们调这种深色，笔尖一定要很深哈，笔尖一定要比笔肚上深，不然的话你画完之后你就成了一片了。一定要你把这个整个笔肚上由深到浅的这个色阶要调出来。到边缘到边上的这些花瓣我们可以稍微的浅一点，越是这个挨着这个花心中间的这些花瓣越是颜色要深一些。好，这边这个花瓣挨着浅色的花瓣的这一个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啊。点加推的形式，再加一点颜色啊，颜色一定要饱满。好，把这个缺口再补起来。可以画一些大小不同的花瓣，让它这个花瓣有这种大小的变化。最深的地方深不下去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墨，加一丁点墨啊，加一丁点墨，不要加太多了。
把深色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点啊，深色地方更深。你看，刚刚深色地方还不够深，我们加一点墨，加了一点点墨，把这个深色地方让它更深一点，这个层次会更好一点点啊。好，笔上又要加一点水分了，又要加点水，笔上干了，加点水。这里来一个这个深色的花瓣。好，再来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深色我们就先画这么多哈，先画这么多。我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再加一点？这里不加了啊，就这么多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画浅色的，亲爱的家人们。那接着画浅色的就要比刚刚这个浅色的要稍微深一点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底色摇一下。我们画浅色的就要用底色，底色沉淀了，我们先把它摇一摇，摇一摇。好，来先蘸这个珠标，多蘸一点哦。我们到底下这个花瓣颜色会深一点，多蘸一点珠标，然后蘸这个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，然后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哈，后面的花瓣里面蘸一点胭脂。好，它颜色会有一些区别啊。蘸一点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，蘸一点胭脂，整体的颜色会比前面的这个浅色的颜色又有一些区别了。笔尖上再去加一点颜色。笔尖加一点胭脂，这个深色的地方可以缝隙里面可以补上最深的颜色，这样子会更增添它的一个层次感。好，笔尖如果说太深了，你下笔不想那么深，你去把它擦掉一点点啊，细节一定要做好。来，再补充一点珠标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偶尔会来一些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花瓣啊。大一点的花瓣让它包过来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哈，有点干，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。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加一点底色进来。
来，我们去调这个珠标，然后调这个红色，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啊都可以，然后调一点这个胭脂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我们重新调一下底色。好，来重新把底色搅一下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我们这个盘子旁边有花青，我们加一点进来。最底下的花瓣我们稍微加一点点，正好盘子挤了一点花青，我们把这一点花青加一点点啊，然后再去调这个，珠标。然后还是要调胭脂啊，加胭脂。好，最底下一层啊。好，在笔尖再调一点点胭脂啊，再来加一点胭脂。这是一朵花了，2种颜色的2乔，知道吗？第3朵。好，这里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，大花瓣可以伸出来一点点。来，笔尖再来加一点胭脂，胭脂要调均匀啊。现在我们就要看整体的花型啊，看花型哪里需要去调整啊？花型哪里要去调整？现在我们该调整这个花型的时候了。好，这个花瓣感觉这里稍微加长一点点啊，这里还可以往外加一点点啊，加一层。哦，这边这个缝隙里面加一点点笔上多余的这个颜色，点一点这个花瓣进来就可以了。点一点花瓣，就是笔上现在多余的这个颜色，也不是说很深，也不是很浅。这种银耳型的啊，这朵花是一个银耳跟绣球是差不多的。是银耳跟绣球是包括这个银耳型的，但是我们通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把它叫绣球型，银耳是绣球中的一种。好，我们再来蘸一下底色，然后蘸一点点旁边的这个花青，稍微来回一下笔啊，看一下，诶，这个回笔有点太迟了，有点迟，这个颜色都已经干了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还是可以回啊，用这个花青，少的花青稍微回一点点，它会显得更加通透，看到了吗？
蘸一点点花青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虽然说是一点点小的细节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粉笔之后，它花瓣显得特别通透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回笔之后花瓣更通透了？好，我们画叶子了。来看一下这个嫩枝干怎么走。先画一个嫩枝干。呀，这个水太大了，稍微吸掉一点点水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弯一下过来。好，我们先安排一下这个叶柄怎么走，然后我们画它的叶子。叶子还是前面调好的这个花青和藤黄，花青和藤黄加墨。花青藤黄加墨，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啊，笔尖蘸浓墨，来蘸墨，画叶子。这个叶子后面的这个层次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要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叶子布局。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布才好，不能因为这个叶子。这里可以来一组嫩叶啊，嫩叶加多一点胭脂。
好，这边再来加一点啊，加一组。看一下这个叶子再怎么走，感觉这一组叶子稍微有一点小的感觉啊，有点小，把它加大一点，加大一点啊。这个地方的叶子不能太小了。好，上面画一组叶子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枝干。好，画完之后整理一下，下面加粗一点点啊，加粗一点，加上一些这个抬点进来。然后加上一些嫩芽，来，咱们勾一下叶茎，勾一下叶茎，再画一朵小花在哪儿？
好，勾叶筋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啊。大家有课程多去看，课程里面前面基础里面每一种，不管画什么都做了详细的分解。不管你说教你怎么画出这么灵动、这么仙气的花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画面感。这些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需要加一点颜色的地方，就不要太多这个飞白流出来的地方，我们再加一点颜色进去。好，包括有一些这个枝干、叶柄没有。没有叶柄的，加一点叶柄进来。像后面这些地方啊，你从后面觉得这里太空了，我们从下面也可以加一点淡墨，淡墨的叶子进来。啊，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啊，就是都可以的。反正淡淡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层次嘛，都是可以加的啊。然后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画面，看整体的画面，觉得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这地方还要再加一些叶子，这样密一点。这些密的地方让它更黑、更密，这样子会显得它层次更丰富。像这些飞白的地方，我们加一点黑色，这样子我们让它衬出，把这个叶子衬出来，感觉它的后面还有很多很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画面啊。在这里可以加一点点这个，加一点点什么进来？我看一下啊，加一点这个枝干。
好，加上一些老枝干出来，加点嫩芽。我今天就到这儿啊，已经画完了，到这儿。